那我们从这个单元开始呢，就要来去讲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了。那我们之前讲的神经网络啦，使用的是这个 TensorFlow 的框架嘛。那我们在介绍框架的时候，曾经有提到，在 TensorFlow 里面有使用到2种模型，一个叫做序列模型，另外一个就叫卷积模型。好，那序列模型呢，基本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深度学习或者类神经网络模型需要的那个深度以及你的这个结构依序的下去做建构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称作为序列模型。那卷积呢？卷积模型它确实是它有一些层它是卷积作为卷积的效果，可是基本上它还是一层一层把它叠下去。所以呢，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卷积模型基本上它还是建构在这个序列模型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卷积神经网络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卷积神经网络它的英文呢简称 CNN 呢，刚好跟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英文缩写刚好同名同姓不过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啊。卷积神经网络的 CNN 它是一种深度学习的模型专为处理和分析影像有关的资料所设计的一个这个模型。好，那这个模型呢，它基本上具备特征提取还有这个抽象能力那因为它基本上它是面对于图像，所以它做的任务都跟图像有关系例如说像是这个图片分类物体检测图片的产生以及特征分析等任务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个图片分类物体检测及图片产生来去做一些介绍啦。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图像分类里面呢，所使用的 dataset 目前应该有熟悉到2个啦一个就是 NNIST 这个手写数字的资料集另外一个就是 CIFAR10 CIFAR10 它是把10个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看到的这个物体以及这个动物照片下去帮你做好分类。好，那在图像分类上面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可以将图片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当然我们那类别基本上要先给它啦，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white data 嘛。好，那依照这个照片呢，它就可以识别出它的主体它本身是什么东西。例如说我们在 CIFAR10 里面，我们可能会有它的主体可能会有汽车会有卡车会有猫会有狗会有鸟会有青蛙。好，那它那个图片呢，这个基本上它的那个主体必须要占满图像的80%到90%，80%到90%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看到那张图像，它就是那张照片的主轴它不可以是照片里面的小小的一个东西。虽然说我们这个 NNIST 的这个资料集它的这个解析度尺寸是28×28然后这个 CIFAR10 呢，它是32×32要讲这2个图像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第一个尺寸比较小另外一个是在这个色彩通道上面的差异NNIST 呢，它是28×28一个色彩通道，所以是乘以1。好，那如果是你对应于我们的这个 CIFAR10 的话，它是32×32乘以上我们那个3原色的这个彩色通道，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把它乘以3。好，那个是对应于单张图片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我们现在目前类神经网络的架构下去做设计你的神经元在输入端你应该怎么下去做设计如果是 NNIST 的话，就是28×28乘以1，你需要这么多神经元。如果是在 CIFAR10 上面呢，你就必须要32×32再把它乘以3。好，因为你是彩色图片嘛。好，那同样的概念呢，如果你现在有一张照片这个是高画质的什么叫高画质这个至少是 HD 甚至来到 Full HD 那 Full HD 基本上现在是1920×1080嘛之后呢就有这个主流可能是 4K 或 8K。好，如果是 Full HD 的话，1920×1080乘以3，哇，那 input 的神经元会非常巨大非常多的神经元。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什么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就是如果你可以建构更多的隐藏层的话，它在这个学习例如说在这个图片分类的效果上面，它就可以做得更好。它就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呢，它牺牲的是什么？它牺牲的是它要用非常大的运算量下去做这件事。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我可以不需要准备这么大的这个 input 然后呢，它可以去做出分类，然后它不会受限于这个图片的尺寸不会受限于这个图片的尺寸。因为我们现在状况是，图片越大的话，你的 input 的这个神经元的数量就必须要越多下去做建构。所以呢，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它在这里面呢，它会先把这张图片做一些萃取，然后它的讲法叫做它会去做特征的提取啦，然后呢，把一张很大张的图片不断的去做浓缩、浓缩再浓缩，浓缩最后呢，它就是只剩下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它再把这个特征呢当做什么东西？当做我们讲的类神经网络的这个输入端到这一段呢，它后面叫做全连接层，后面会有一个关键字叫全连接层，在这一个前面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在做的事情。好，所以啦图像分类简单来讲，
它可以将图片区分为不同类别，依照照片中可识别的主体，的这个目标呢拿下去做分。那它这里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它是一张很大张的图片，不像我们现在用的什么这个 NNST 啊，或者是这个 C810 假设说它是一个这个 Full HD 的大照片，这张大照片里面呢，它可能有风景，是一个风景照。这个风景照呢，可能有山有水这个有凉亭有椅子那可能上面还放了一只石虎。好，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啦，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抓出它的主体在什么地方。如果人去上标签你可能就只能上说它是一个风景照。照片里面有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好，所以这个时候另外一件事就叫物体检测。物体检测是什么？它是在单一图像中识别出多个物体。比如说那张图片它可能很大，可是如果对于物体检测基本上它已经是不会去在乎那个图片的大小了它直接从那个图片里面去抓出你里面有没有他看得懂的物体。这个技术通常用在什么地方？它是用在自动驾驶或者用在这个环境安全的监控上面。也就是说图像进来之后这个图像有可能是 Full HD， 有可能 4K， 有可能是 8K， 它可以从这个影像上面快速的去抓到画面上有的东西。例如说你要去侦测人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人圈出来。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回到图像分类上面去分类那个人到底是你认识的人还是你不认识的人那什么叫认识的人？就是要看他在他的资料集里面有没有去训练到看过这个人，如果有的话，他就会把它分类到那个人身上好，那再来是图片产生。图片产生应该是之前在这个有关人工智慧跟影像的部分呢，一直都有人在做的部分。例如说像是它可以去产生一些艺术作品或者是它可以进行这个图片风格转换像目前在网络上可能比较常看到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现在是算开始在比较流行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像是它可以把某一些这个卡通角色要求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风格例如说它可能把它转换成皮克斯角色的风格。OK， 好，那另外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可能最常看到通常都是做图像修复。那图像修复都用在什么地方通常都是用在这个影片修复或者是上市那这件事情其实最早的话应该是先是做图片上色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老照片或者是说像这个国家地理频道它之前有推出一个影集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那当时纪录片这个拍摄起来通常都是黑白的都是黑白，只是呢它跟普通的黑白照片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是纪录片所以它的画面是会动的。所以他为了要去做到上色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找了非常多的专家去这个考究，然后呢真的用人工的方式去把画面上去逐一的去做上色因为它工程非常浩大了，所以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在当时在这个电视上面广告打很大。好，那对于现在来讲，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发展到一定的时间，已经一定的阶段了，现在呢那个人工智慧已经看过了很多的这个彩色照片，他也了解到这个彩色照片呢，如果转成灰阶的话，转成黑白照的话，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反过来讲，他如果看了黑白照片，他就可以去推断什么？推断出他自己的彩色颜色应该是长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深度学习这个发展之前，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在做这件事情了，只是现在更好做了现在做的跟以前比较这个做起来比较辛苦，现在做起来稍微比较简单了。那并不是说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差异啦，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运算的这个技术，应该说运算的科技以及硬体比较先进一些。好，那对于影片修复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有在 YouTube 上面这个看影片的话，我们应该是说了，在2000年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影片那大家如果要把影片给记录下来的话，通常就会用那个录影机把它录下来。那到了有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时代之后呢，这些影片呢，大家就会想办法把它数位化数位化之后呢，把它传到 YouTube 上面去。所以你像在 YouTube 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早期很老的那个 HSV 的这个录影带的这个数位化的这个画面。那当时就是大家都回味了回这上去看看一些这个很老的影片很老的这个不管是这个短片也好啦，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影集影集的这个片头或者是片尾。好，那对于现在来讲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个内容他觉得说能不能提供这个更高的画质下去做欣赏。所以呢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人工智慧技术嘛，所以他就把
这个影片之前的 HSB 的影片直接没有再客气的直接转 4K， 直接转 8K。那转换过去之后呢，效果还不错然后里面的影片细节基本上都修复的算清晰可见。好，那这件事情会有人想这样做的原因是其实还是要回到前一个这个时间点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类似历史博物馆，他们有去推出一些影片我要放在网络上面。好，那个影片呢，基本上其中有一支叫做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这个录影机或是那个摄影机，它所拍摄的第一支影片叫做火车来了叫火车来了。那内容基本上不是说很有趣啦不过它基本上算是一个这个具有指标性的一支影片那个影片呢，在早期这个可以被录下来，那基本上它的第一个画质基本上不会很高，然后再来是它是黑白的。好，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它就留在 YouTube 上面。后来有一些专家把这个影片重新制作过。那这个过程基本上它是分阶段一开始是高画质，然后进到 4K， 然后进到 8K，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现在要进到彩色的时代了。所以那个火车来的那支影片呢，现在有超高画质的彩色影片那里面的细节一开始因为那个影片那个以前的胶卷的那个影片它在转数位化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画面基本上已经有严重的失真，然后有一些画面基本上也是有一些损伤啦。总之呢，它透过这个人工智慧要逐一下去做修复，目前修复的状况还不错，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基本上可以去找到那支影片好，那卷积神经网络的特色呢，我们这边先讲几个第一个叫做局部感知的能力还有这个权重共享然后呢，它里面会有一个磁化层然后呢，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层所以它就有所谓的这个层次结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局部感知局部感知呢，它是指的是说 CNN 具备有局部感知性它能够有效的捕捉图片里面的局部特征，而不需要考虑到整张图片。它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说，如果你从一个相簿里面想要去找到一张图片，通常你不会一张一张慢慢看你拿到那张图片之后呢，你不会再仔细看里面有没有你要的东西，通常你是很快的看到那照片，你本身就会有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快速的去捕捉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些局部特征。局部感知基本上它都在做这件事情。好，我们不需要整张图片整个看得清清楚楚才知道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东西，不需要。那眼睛瞄过去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为什么能去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它有一个技术就叫卷积这是卷积神经网络在做的事情它里面有一个技术叫卷积。好，那个卷积呢，基本上它也是具备这个权重共享那权重共享基本上它是一个概念权重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在讲这个类神经网络的时候，神经元连接到下一层神经元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东西把它连接在一起就有一条线连在一起嘛。那条线呢，基本上它上面有一个权重，所以呢，下层的神经元的资料从哪里来？就是上层神经元乘上那个权重然后呢移动到下一层，然后呢，那一个下一层的那个神经元不是只有一条通往上层是上层有非常多的这个神经元，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权重的这个线相乘之后呢，汇整到那一颗神经元之后呢，下去做加总。好，所以呢，我们才会讲说那个神经元的这个压力会有点大啦不过我们会从这么多的压力里面找出那个压力最大的。好，那在卷积神经网络里面，它这里面它有一个概念叫权重共享。然后说，透过权重共享模型的话，它可以去学习到一组特征的检测器。好如果在那个程式里面呢，我们是把它写作叫 filter 啦这些检测器呢，它可以在整张图像上移动。它的移动方式以及它的什么叫做特征这件事情，我们在后面会再下去做解释它透过这个方式呢，它可以减少模型的参数量，同时它可以提供训练的有效性。比如说，它透过这种局部感知、权重共享，简称这个整个我把它简称叫做这个 convolution 就是在做卷积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它可以在保留图像的特征的情况下，有效的去缩小图片的尺寸。不过这个尺寸的缩小的速度有点慢我们怎么样更快速的下去做图像的缩小，而不会去这个损失到它太多的这个资讯特征再来就是磁化层在这个卷积设计的过程中通常我们会搭配一个磁化层它可以有效的去减少这个特征图上的空间尺寸同时呢保有重要的资讯那磁化层它能有效的降低模型计算量，同时提高模型的不变性。所以我们透过卷积，透过磁化不断的去反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层次结构所以这边的解释啦CNN 呢通常是由多个卷积层跟磁化层交替堆叠而成这个我们只能这样讲因为
我们的讲法还是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卷积搭卷积搭磁化，你可以卷积搭磁化搭卷积再搭磁化，或者是卷积磁化磁化再做卷积。这个排列方式没有标准答案，这个你可能要去试看看才知道哪一种组合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呢，透过这个方式它的层次结构使模型能够逐渐的从低级特征一直让它的特征变得比较高级，就是变得它越来越清晰。好，可是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资讯的特征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它的资料量基本上会越来越少。当它少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就可以直接把它移动到我们传统内神经模型上面了。它后面的讲法叫做圈列阶层就圈列阶层到那个地方呢，它就可以，它原本很大的图像特征拉出来之后，剩下比较少的东西，再下去做这个分类的训练它这件事情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好，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应该说是从2012年突然这个不能说突然发生因为这 ImageNet 的这个大规模视觉这个辨识的挑战赛一直每年都有在举办一直都有在举办。好，然后在2012年的 AlexNet 它就是一个开创性的卷积神经网络在这个大赛里面获得一个惊人的这个成果那这个突破性的模型是由这个深度学的先驱有3位学者下去做设计的。那它显示出一件事情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的这个领域的截取，就是它的这件事情特别适合用在跟图像的任务有关。因为我们图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只要你的图像越大，你的神经网络的压力就越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本神经网络的这个 input 的数量来自于什么东西？来自于你图像的 input 的大小。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用那个什么 4K 好了 ，4K 真是很大。4K 的宽度乘高度再乘上 RGB 3原色。如果呢你的 4K 又带深度资讯，我们先不要讲深度资讯我带那个透明图层就 RGBA 除了 RGBA 之外呢，如果说你是要去做一些这个跟深度距离有关系的互动的话，你再多一个深度资讯你的那一个 input 的那个神经元的数量基本上是巨大的可怕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这些资讯去做浓缩？这就是 CNN 在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往下看在 AlexNet 的它本身有出一篇论文在论文里面呢，它点出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深度的重要性不是这里讲的不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性，这里讲的是深度我们在那里出现过深度。第一个是在深度学习的类神经网络建构的时候，我们提到你的深度如果越深的话，对它去做一些复杂的一些任务的话，成效会越好。在 CNN 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如果你的深度越深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特征的提取效果就会越好。另外一个是做卷积层以及做磁化层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它也是，例如说像我们这个 AlexNet 我看一下，它上面应该是先做一次卷积做一次磁化，做一次卷积，做一次磁化，然后因为它后面没有写了，后面应该又是持续的下去做磁化最后呢它进到圈列阶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有加上的一样东西叫做启动函数。启动函数呢，在我们这个传统的神经网络里面，是我们在去做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有去提到这个启动函数。它现在是在每一层进行的过程中就加上启动函数它就是它去这个让它的这个特征经过这个启动函数让它变得更突出有效的拉出来，没有效的就把它消掉。好，那在这里面它对于对抗过度拟合基本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那同时它在做 AlexNet 的时候，应该也算是第一次采用GPU 尤其是分散式的 GPU 下去做训练。所以呢，它第一个速度各方面成效非常优异所以它在这个那一次的竞赛之后呢，然后大家就把它拱成这个 AlexNet 了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了这1、2、3、4、5这几个，我们在下一个单元我们再详细来下去做介绍。